这个漂亮的姐姐，那请问校长在哪？校长室在哪？其实您现在讲话的那一位就是校长吗？本人，因为他赶快找你签名。我要介绍一下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本名，对不对？水水校长嘛，那本名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本名叫做来张云芬。你今天是怎样？高中生吗？是啊，因为我们要来那个看美丽的校长，就故意穿一个高中的样子。对啊，我看他那个同学是不是会把我当成他同学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是家长吧。好，没事 ，sorry。校长这个 style 怎么会是校长？对，就是校长，在我们的一个刻板的观念里面，应该就大概是像我这样吧。就可能这样还不够哈，就是还要更那个一点。我印象中的校长，其实他就是穿灰裤子、polo 衫，然后还有那种类似像运动服的那一种夹克或是什么外套。要追学生，女生校长就是像大概这样的形象，男的校长就是以前有旗袍，对旗袍，对，然后卷戴个眼镜这样子。1年级里面我大概是高人家，小学的时候，对这样子印象比较深刻。然后他就会来摸我的头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醍醐灌顶。对，就是被校长摸过，好像就哇塞，好像香精快，是那个没有啊，没事。没有，我觉得水水校长。我觉得好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学生经过，都跟校长很 close， 对呀、整个。其实因为我本身学心理辅导，所以心理辅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要让学生愿意亲近你，跟你说话。真的，对，所以Sunny老师，我觉得你需要辅导。我需要辅导吗？真的吗？要辅导成什么样子？没有，我刚刚看到水水校长，我就想跟他讲话。我看到他，我就想跟他讲话。这是我专长，不是吗？真的吗？对，你有一个那个，就是说那种吸引力，就是说看到你就想跟你讲话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发现吗？对，有你有这个特质。辅导人员要很能够让人家跟他说话。可是因为你刚刚讲的是辅导老，之前是辅导老师，因为读心理对嘛，一直都是嘛。可是就是你都不讲，你就在那，我们自然而然就想跟你讲话。校长看起来比较像少奶奶。对，贵妇少奶奶就是贵妇。贵妇吗？对。那我只能在梦中想象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不那个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校长啊，水水一定就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生。有，你什么星座？巨蟹座，顾家的巨蟹座，然后又很那种，那叫什么？就是自我陶醉嘛？没有，不是。巨蟹座是很温暖的，对，就是像一个妈妈，或像一个大姐姐，真的很适合我觉得做教育，巨蟹座认识不太多了，没有做教育体系的巨蟹座是很棒的一个星座，因为他看得很广，然后又很细心。那我应该不适合，你就没办法，对，不用。对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些下面的人都在打瞌睡啊，他们就在做别的事啊。在教学上面要想办法，要让学生很忙碌。其实我也以前上课也允许学生是可以不认真的，因为学生都会滑手，以前都喜欢滑手机嘛。那我就给他一个但书，那个滑手机的同学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在手机里面看一个美丽的少女才行。你要滑可以，但是要看美丽的少女。对啊，学生就很开心说那简单，不好意思，那一个人还要是我。赞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对，所以整节课都没有人敢用手机，因为找不到18岁的老师，就没有，就是找不到，所以就不敢用。我都不满意，所以那一张都不像18岁，所以不合格。这样也不错哈，这样逆向来，对不对？你们爱滑嘛，你就滑，但是有要求的，但是有要求。这样我很喜欢玩学生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不能让学生看到。没关系，现在已经不上课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以前那个期末考的时候，都会有一题问学生说：“那这学期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？”加分题嘛。然后他们就写：“老师这学期没有一次上课穿的衣服是一样。”
哎，这也是他们专心的一个，好专心啊！我自己都没有发现。你这样很棒哎，对啊。而且为什么没有网友说我每次都穿不一样？等一下，还是我们帮你对啊，帮你这对怎么回事？对，依据心理学里面的研究，其实老师能不能吸引学生是跟他的学习的动机跟成就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老师是为了你们的学习能够有高的动机，说很用心的要让自己每一次都要穿不一样，要打扮得很漂亮，很用心良苦的，真的是没错。你知道，像以前看到一些，就是有一些老师就是书呆子。书呆子那种，就不想上他的课，对，就不想上他的课，真的吧？真的吧？对不对？以前我们上课是不是都这样？真的，然后看到那种比较活泼，然后很开朗，然后又很年轻、很 cute， 然后穿衣服又很特别，我们就很想上他的课。对，真的耶。校长这样，感觉你的办公室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更衣间或化妆室，就是一个衣橱，就是对，然后。对，然后还有卷发的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化妆台没有你给我一个好的 idea， 还是真的自己购置一个衣橱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为什么一直对？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呢？对啊，请问里面都是书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啦，校长有时候对不对？对，你没有就已经从家里打扮好出来了。我觉得对啊，很棒哎，我觉得好棒哦，这让我。眼睛对，然后对校长整个这个印象整个大改观。现在在市面上，应该是在教育界吧？对，像你这样的校长，对，应该就可以跟你媲美的这样讲。媲美的有很多啦，对，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跟 style。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觉得舒服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美感。对，我觉得。你们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对于这种美感这件事应该都很注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因为校长水校长这样，那下面的学生应该对于美感，然后对于整个自己的应该说 style 啦，对，应该就是很台湾人为什么都在那种穿着上会有一些框架问题，因为就是框架，因为小时候。对、就是没看到真的美的东西。对，就是说为什么一定校长就要像这样子？以前的校长，可是现在也有校长还是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穿，你现在身上穿的都是名牌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为什么可以穿成这样？你是想讲什么？是另外一种 style 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对。我现在戴副眼镜，然后随便走到刚刚不要在这边，我走到松山家那个人家也会叫我校长好，真的吗？好可怕！对啊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水校长整个让我觉得他因为他自己很有活力，所以我觉得整个学校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感。在这个学校其实也很特别啊，就像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学校，其实就是信义区的一个后花园而已，可是感觉。非常的不同。那校长会每天都期望就来学校这样子，跟学生非常。我以前曾经写过一段，就是要有爱上学的老师，才会有爱上学的孩子。所以我说，真的，其实我每一天都很期待来学校，而且早上站在校门口，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孩子的样子，就会很开心。爱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，对，你才会把它做得好，对不对？做得很好，所以校长做得很好。对，所以你在这个学校，这是我当校长出任的第一个学校。那接下来我有跟学校有关的问题。好，那不如我们去那个校长室看一下。我很想看校长室。校长好。同学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返校。返校？你要返哪一所学校？世新。世新？你知道这边是哪里吗？这边是永春高中啊！走，回去。这校长室大概有10坪吧，不止，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山，对啊，好棒哦。然后还有一堆娃娃，对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大，对，就整个就一个占据。教育局的啊，什么来的时候，你说官员来的话，
就一样吗？这些人要先，这些娃娃要先退掉。这些娃娃会先退掉，我们会有一堆椅子排在旁边，你会看那边有空地哦，还会围坐在那里。对，每一只都有故事的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我随便举一只好了，粉红色那一只。粉红色那一只可以看一下它的脚，上面还有水水校长。哦，我有看到签名，有看到？有看到了。这只是我去年连任的时候家长会就说别人都送花。我们学校是个有创意、有活力的学校，我们送熊，所以他去的时候还坐了一个贵宾的位置。他自己有一个位置，自己有一个位置，因为太重了，然后是扛下去的。送礼物就是要特别吧，特别对实用，而且很意义，摆在那边就永远都知道绣了名字，对，它是有好可爱，好有心哦，家长们真的很爱你。校长本来就是你的。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嘛？没有。那应该是什么？你的终极目标？因为其实就是一个随缘啊。我常常说哈，真的到我退休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教育部长或教育局长应该颁个奖给我，因为我从第一天当老师开始，就是担任行政工作，就兼行政工作了。所以身兼二职，老师又行政，兼行政的，是。对，所以我第一年刚毕业接的就是最辛苦的训育组长。很辛苦，就真的很辛苦。在学校他担任很重责大任，也从那一天接到电话开始就跟行政结下不解之缘。但你喜欢这份工作？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其实以前我有点担心，天哪！我毕业之后，我一个礼拜上18节辅导课，都讲一样的东西，应该会疯掉。其实我有点恐惧，对，因为我的个性很喜欢挑战跟变化，所以我其实有点焦虑的。所以等到我要上班的前一天，忽然接到学校的教务主任打来说，我们学校现在还欠3个组长，第一个叫训育组长，第二个叫身教组长，第3个叫做卫生组长。我以为我要选，结果不是，他只是告知，没有，对，他就跟我说，哦，我说那主任的意思是这3个可以考量吗？他说。哦，没有，我跟校长看过你的经历，你明天就来接训育组长。对，就完全只是一个告知，所以我隔天8月3号就来上班了。训育组长。对，那从此之后其实就一路当组长，然后就随缘就做完就变主任，主任突然就变校长了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缘分。就校长。对，可是也代表我一辈子好像都没有机会成为普通的老师。专任老师，刚刚有听到那个校长说嘛，就是那个说他喜欢挑战东西，对，喜欢挑战。他有传来跟我讲说，他喜欢穿高跟鞋爬山。这是特异功能，这是特异功能。你是不穿高跟鞋不会走路的那种，是不是？真的。Oh my god！ 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法国交流，他们那天跟我说，校长要走很多路哦，所以叫我要换那个球鞋。结果那天走到晚上，我脚底板痛到走不动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最后呢？因为不适应啊。对，真的进了一家店，然后就换了一双买了一双高跟鞋，然后隔天就活了起来。对，没有，隔天就走出去就健步如飞了，真的是。然后那个店员想说啊。因为脚走到酸了，所以要换高跟鞋，球鞋装起来，然后换成高跟鞋走出去。这个老师怪怪，对，是怪怪的吗？对，就是怎么了？对啊，没有，可能是天生的啦，是你已经习惯，真的习惯，是不是？就从以前到现在都习惯。从大学的时候，对啊，就当实习老师就开始，那时候端庄，所以就穿着一定要高跟鞋造型，然后就端庄啦，所以就穿高跟鞋，然后就习惯，然后去走路这样子。当大家都比较那么自由，比较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，同学自然可能会比较那个外放一点，或者是比较难管一点，对，难控制，可能比较捉摸不定。跟以前比的话，甚至在性别认同上也有这样子的同学，对啊，麻烦嘛，对啊，就是这就是当辅导老师的，对，就是养成教育的好处了。对，所以对于不管说是性别认同、跨性别这个，其实在以前。辅导的工作当中，其实也都遇到非常多的学生是这样的。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多元化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孩子的优势的那个点是很重要的。还要让其他的同学接受、接纳，这也很重要。因为有的可能会排斥嘛，在就是同学跟同学之间，对，有可能也要去理解，对，去教。所以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很重要的是，其实我们用白话文讲，我们就希望教导我们的。永春的学生是成为一个能够关心他人的
人。太温暖了，这件事就是一种尊重，太温暖了。对，老师是一个可以影响孩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OK， 我觉得其实我的高中校长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校长，很不一样。所以难怪我的影响很深。高中校长是礼拜六，那时候我们还有隔周上课，对，所以我们的校长是每个礼拜六穿不同的衣服在校门口迎接大家的。所以我记得我高中上课都好期待那个礼拜六，因为要看一下校长今天穿的是什么。有时候是棒球装，有时候又是正式的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有被影响，是真的。那我是被谁影响啊？我觉得你可能被同乡，就之类的。那个四川导师每天吹。对，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念专科世新嘛，那我们国中那时候刚解除法禁，所以。其实可能我们两个又比较特意一点，就是说，反正我觉得解除法禁，我就应该剃个3分头，女生然后剃很短，她就留长发，还烫，果然是很有挑战性，对，然后还烫卷。然后我们上课第一天的第一堂就被我们的班导师2个叫上台去，全班50几个同学只叫我们2个上去。我以为要展示吗？对啊，我以为要奖励我们什么？对，很有创意。不是，他就用他的四川话，很老了，70几岁哦，戴个黑色眼镜。同学们，你们女生啊，就不能像张嘉宁剪成这样子，你要像陈玉婷这样留长发。你们男生呢就要像张嘉宁一样，对。然后全班笑到一个，这是让我们记忆最深。我们2个就好丢脸哦，就怎么会这样子？对，就我们有经过那一块。对，所以现在很难，其实还是有点难想象啊。毕竟我们已经离这个小朋友的时代太远了。为什么水水校长呢？他也可以跟同学那么亲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就赤子之心。还有呢？你猜看看那个水水校长，他有几个小朋友？小朋友，我猜吗？我觉得很难猜耶。如果你要叫我猜，一定是夸张的数字，是不是？不然就不用猜啦。1个有什么好猜的？好，快说，3、2、1。2个。这夸张吗？还好啊，2个恰恰好啊。2个啊。2个恰恰好，我不知道，你就烦了你，知道我也讨厌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所以是3个小孩。bingo， 马上送你一个特殊的数理自由班的12星座的啊，谢谢。这是有数学原理的，真的。所以有3个小孩啊，是哇，好幸福的小孩。然后接下来下一题猜什么？最大的多大吗？最大的多大？我知道了，多大吗？17岁。25岁、26岁结婚的话，最大的话应该升大学了，有没有？有，有，是不是？我说最大的应该是升大，已经大学了。对，你应该呢，就是要有厂商来找你代言。是的，因为根本就不像有3个小孩，然后有最大也上大学的。对啊。可以再近一点，对，可以再近一点。校长是不怕 close 的，对，这样吗？真的，可以再靠近一点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啦，就是大家心里年轻哈，看起来就年轻了。真的，其实带高中生其实会让自己更那个，其实会很有活力。现在的学生很不一样。对，我家老3在小3的时候就已经会在那个云端开共笔，段考出考题给同学复习。我在想说，我小3的时候在干嘛呢？我可能还在学写字吗？我6岁就会看电影了，没有这回事，真的啦。你还记得你6岁的时候？就你第一部电影看什么？那第一部对啊，我也。哇！就是看那个电影之后，让我对这个他对影像有兴趣，对，好温馨，好棒的办公室，对，没有就每天来找校长抬杠，就是他最好是有空。对啊，最好是，我觉得他讲到重点，对，他想说每天来找他，人忙死了。我跟你讲，寒暑假他也很忙，好不好？真的哈，就寒假要为下一学期准备什么微博，还是要有像我们明天就是一整天的课程开发研习。你看，因为已经寒假，要下学期的，对，已经要开始准备了。不要以为那个老师啊，在学校就是寒暑假，大家跟着学生放啊，都要还是要上班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这要严正澄清。
哦，大家都以为那个好像以为当老师很幸福，是有寒暑假，每天都可以在家闲闲晃，没有。尤其是有在学校兼任行政工作的老师，真的是几乎都完全没有休假过，还是很辛苦，很辛苦，而且还加班寒暑假我们有时候还上班到晚上。今天就谢谢水水校长，谢谢姐夫，谢谢Sunny，谢谢。下次收视率好，一定要再来啊！好，欢迎，一定要让我们收视率好，我们才会有下一集。